各位朋友啊，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啊！你见过不要脸的，你肯定没见过这么不要脸。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电商对消费者的保护呢，可以说是世界第一。中国的电商平台由于这个互相内卷，退货政策呢是一个比一个宽松，这就诞生了一批呢以贪小便宜心理的那种职业退货客。他呢就是接到这个东西以后，他就发起退货，实际上呢东西并没有退给商家，或者说是在那个东西上用假的代替了真的了，反正是各种挑毛病就是产生了一批这样的人。北京一个女的尤其恶劣呀，2026年6月10号，北京28岁的化妆师石某，你瞧这姓吧，人如其名，因4年间利用27个账号调包退货1036次，涉案金额约89.4万元，被朝阳警方以涉嫌诈骗罪刑事拘留，并移送审查起诉。警察在抓他的时候，这娘们儿嚣张的说：“你不能抓我，我上边有人，上边有人啊！那你身上的那个是什么人呢？”你好，停一下，稍微停一下，把那个放下，停一下。东华派出所民警，这个有点事儿，跟你了解下情况。案发后不久，民警在一家健身房内找到了嫌疑女子石某。这是你的传唤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19条之规定你涉嫌诈骗罪，先配合我们调查，好吧？石某今年28岁，是一名化妆师，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因为经常健身，他体态匀称，身形紧实，保持着完美身材。那么是什么原因让石某铤而走险，走向犯罪的深渊呢？这是案发现场的视频，快递员小王按地址将包裹寄送至石某家。电话联系时，收件人石某声称自己身在外地出差回不去，让他把东西放在门口。小王按要求摆放好后拍了照片，就算派件完成。第二天的时候，石某跟快递员联系说自己没法及时返京，又担心放在门口的快递丢失，于是就申请了快递退货。包裹还是那个包裹，位置还是那个位置，胶带缠得严严实实。快递员也没多想，就直接按照原封不动的路径给商家退货了。而电商平台发现已经被人调包了，1万多元的货就是消失掉了。因为没有直接接触到石某，所以就需要快递员来赔付。谁成想，这一送一取，包裹里的东西早就金蝉脱壳了。民警走访后发现了诡异的一幕：当快递员小王离开后不久，2名男子推着购物车，若无其事地将门口的包裹搬走了。奇怪的是，这2人根本没敲门，也没进屋，就像拿自家东西一样，就把门口的几个快递包裹搬上了车。发现2个人把货物搬走之后，骑着电动车来到隔壁一个小区，将包裹塞到了一栋楼的13层楼梯间，于是就走了。调查发现，这2个人是做闪送跑腿快递的。民警断定，这是有人在利用闪送跑腿进行暗度陈仓。果然，第2天凌晨，2名男子又将包裹放回到石某的家门口。几个小时后，毫不知情的快递员小王过来取件，将调包后的包裹寄回了卖家。在小区摸排的时候，我们发现女住户石某频繁出现在楼梯间，于是他就作为了第一重点怀疑对象。民警走访后发现，石某是个网购狂，家里堆满了快递盒。更巧的是，丢失的衣服尺码跟石某的身材完全对得上。证据链闭环后，民警立即对石某开展抓捕。自己干啥事不清楚？快递，知道吗？知道呀。知道快递的事儿。我去收了呀。据说然后呢？我去退回了呀。是什么样的快递拒收回去的呀？我没有其他的我都不知道呀。你怎么不知道啊？我就直接去收了呀。那拒收的东西跟你买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吗？那我不知道。我没有打开。上号吧。不是，你凭什么呢？配合我们工作，我们有传唤，没给你上来。我们是有依法程序的。我们出去再上。不可以，不行。有证据吗？我想问。有证据那你给我。不用，先上号，传唤你。
从哪来的这些东西？你可以保持沉默，你一个字都不说都可以，无所谓。石某的屋里到处是没拆封的品牌衣服，还有一堆已经拆了但叠得整整齐齐的旧衣服。我需要打个电话给我。现在不行，现在打不了，现在传唤阶段，直接打不了，跟你说了啊。面对民警的审讯，石某刚开始还嘴硬，说自己不知道。但当民警指着那些同品牌的包装袋和手机里密密麻麻的退货申请记录时，他彻底哑火了。石某是20多岁的年轻女性，爱美好打扮，家庭条件也相对不错，其实是不缺钱的，但是因为这种贪图小便宜，利用网购的漏洞，多次恶意退款诈骗，让自己深陷了犯罪的深渊，葬送了自己大好前程，得不偿失。原来石某在偶然中发现，有些商家为了快速处理退货，往往不验货便直接退款，便萌生了贪念。石某先是在多家电商店铺大批量购买，特意填写周边无人居住的房屋作为虚假的收货地址，等待快递员将货物送到小区之后，他便在网上委托快递小哥将货物取走，转运至自家的楼梯间。他在试穿之后，将心仪的衣物留下，不合适的就混入自己的旧衣服，再由跑腿小哥送回原处。随后，他编造自己人在外地出差未收到货为由，向商铺卖家申请全额退款，以此达到诈骗的目的。经讯问，仅此次作案，石某就在3家电商店铺下单了121件衣服，骗取退款金额高达2万余元。民警进一步核实，自2022年至2026年期间，石某还多次注册更换新账号，以购买厨房用品、床单、被子等名义，用同样的手法多次恶意退款，涉案金额巨大。目前，石某因涉嫌诈骗已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发现几个问题，第一呢是这个地址是长期没有人居住的地址，这个快递员送完这个快递之后，当天晚上会有其他的人把这个快递取走。2名男子用小推车搬运了大概30公斤左右的货物吧，然后在第2天早上又有2名不同的男子又有把这个完整的箱子然后原封不动地摆在了现场。警方调查后发现，4人均是从事跑腿闪送工作的人员。根据4人提供的信息，警方锁定了这些货品的真正购买人石某。停一下，稍微停一下。东华派出所民警有点事儿，你了解下情况，你换个地儿说吧。快递知道吗？我拒收了呀。拒收，然后我退回了呀。那拒收的东西跟你买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吗？那我不知道。起初，石某坚称自己拒收后原封不动退了货，但是随后民警在石某租住的房屋内却发现了大量囤积的网购物品。一进门的时候就看到了本次涉案的这些衣物，大概有小100件左右的衣物，整整齐齐的堆放在门口，人赃并获。石某也是哑口无言。你是自己一个一个指啊，还是我们一个一个给你翻啊？这些都是你拿着这些货，你退款的行为本身就是诈骗。民警进一步核实，自2022年至2026年期间，石某网购后故意填写周边无人居住的房屋作为虚假收货地址，待快递员将货物送到后，委托跑腿小哥将包裹取走，转运至自己租住房屋的楼梯间，在那里他完成试穿，留下心仪的商品，再把自己的旧衣物等混入包裹中，重新包装好，再由跑腿小哥送回原处。随后，他以人在外地出差未收到货为由，向卖家申请全额退款。因涉案金额巨大，目前石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别再以为恶意退货只是小事。北京一名化妆师石某因4年间调包退货，涉嫌诈骗罪被刑拘。他问我封条有没有动，我说你这外边裹的保鲜膜里边还贴了封条，能看到动不了啊，因为保鲜膜如果拆开的话再粘上，它痕迹就不一样。我说没有动，来的时候是11公斤，回去的时候就剩10公斤。当时怀疑东西是被调过包，我们就直接就报警了。警方调查发现，石某先后在3家电商店铺下单了100多件衣服，收货地址全都是同小区的一处长期空置房。为了掩人耳目，他还会刻意在同一时间段密集下单。当大大小小的包裹堆满空置房门口时，快递员联系不上买家，便自然地把包裹放在门口。石某正是精准算计了从通知送达到快递员上门之间的这段空档期，叫来跑腿小哥将包裹秘密转移至自己真实住处附近，从容完成调包。
据他自己所述，是把这个拆封之后，一层一层拆封，拆封之后先拍照确定一下拆封之前的样式，里边挑选了一部分是他需要的脏衣服、旧衣服、自己不需要的衣服，再塞到里边，增加一点重量，一步一步给它封好，封存到原先的形式，然后再让能源按照他当时取货的这个样式在原封不动的摆好。他也在中亚地区周边，然后也有租房啊，其中一间房他租住过，他就知道长期没有人租住，然后把这个商品并购到那里。经调查，石某此次作案共调包留下了其中的90多件衣服，涉案金额2万多元。民警还发现，在2022年至2026年间，石某多次注册新账号，以购买厨房用品、床单、被子等名义，用同样手法多次恶意申请退款，涉案金额巨大。目前，犯罪嫌疑人石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按照中国的法律，诈骗金额达到了将近90万了，估计得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吧。这种女人，你说她不缺钱啊，那就是心理上有病。我个人认为她还是缺钱，但是呢，这回啊，这个到监狱里边去挣钱去吧，踩缝纫机去吧。中国应该制定更严苛的电商保护法，只要是涉及到，别说这么大金额了，只要是牵扯到一件有诈骗退货行为，就应该刑拘入党，这样才能刹住这股歪风邪气。点个订阅，咱们下集再聊。